这大房子100多万，你在杭州想都不敢想。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新房子。这个房子就是第一眼看到之后，我们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子了。Диванчик просто вообще мягкий. В окно смотрит л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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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я. 秋车是这个房间第一个来参观的，因为这个原房主是卖珠子，这块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男的最喜欢的地方。别看了，把我和你嫂都馋哭了。没错，兄弟们，我们告别了相处2年的老房子，搬进了梦想的新房子。这个带后院的小房，我和小大山那是足足找了1年，终于有缘遇到了他，被我们捡漏拿下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老粉都知道。就在去年这个时候，我和小大就想换个房子了，无奈那个时候房价涨得很厉害，就算我们把现在住的房子都卖了，也不够买到合适的，所以后来就没换。但是在这1年中，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找房。小大家一直梦想着能像老丈母娘家一样，有个带院子的房子，就算是很小很偏它也无所谓。最终我们找到了这个房子，有车库，有小院子，由于在郊区，加上房主急卖，价格也很合适，把我现在的房子和以前的车卖了，不用加1分钱，2000万楼部正好可以平替。其实整个流程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我就怕有什么幺蛾子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在最终拍板后我才告诉大家这个消息。这2天老丈母娘家也不能施工，我们就回来把家搬了，顺便也带大家看看新房。看到这箱子吗？我们开始打包了，收拾行李准备搬家了。因为去年吧，我和媳妇就筹划就是看房什么的，就是去年没有合适的，然后最后也就那个告一段落了。今年我们终于是找到了我们心仪的房子，就是上2天突然间就看到这个房子，然后感觉不错，然后价格也合适，然后我们就决定出手了。我们新买这个房子吧，等于说是平替过来的，我们这个楼房的钱，还有那个之前那个车，就是卖掉之后，正好是够这个新买那房子那个费用。因为我媳妇一直喜欢，就是说带一个小院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这回我们终于是实现了，给我媳妇实现这个愿望了。一会儿等着我们搬家过去的时候，具体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虽说这市区房子就我和小妮子2个人住，不过这东西收拾起来可真不少啊！那箱子是一个接一个装，不少东西吧？妈，老多了。一开始我以为没多少的，后来收拾收拾，我的妈，那买石头太多了。搬家都这样，以为没多少，越搬越多。对，大车已经打包好这几个箱子了，小秋车也跟过来了。这屋也在收拾呢，各种各样的东西。一会儿过去带大家看看安的新房子。昨天晚上我们半夜回来已经看了，比这个稍微远点吧，就是稍微偏郊区一点，但是就是以距离换舒适度了。搬第一波，已经收拾出来一点了，但是还有不少。妈，第一波就这么多了，但是全拿不了，车装不下。一会儿那个大兄弟过来，他那车大，帮我装。然后咱先倒过去一波啊。要说到搬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俄罗斯大兄弟，正好他有大车，可以过来给我帮忙。这等大兄弟开车帮我们把行李运过去，我们也开着车上路了。是，感觉这树变多了，往这边走也不偏的地方对呀。对，就是舒适换路程了。对对对，还有点水。这路感觉就没有那个市里的那个路好走一些。对。给大家看个全景，前面有一个小空地，相当于有个小院，然后车库直接是和房子连在一起的，然后旁边一个2层的小房子，不是很大，算车库才200平，但是这块环境还挺好的，然后这个小房子也挺漂亮的。这房子是个老房子，新装修的，08年的老房子，要不然也不能这么便宜。哦吼，这车库挺大呀！欢迎到我家车库。前面还有个小院，然后从那个邻居共享的，从那个椅子那边是邻居的，然后这边是阿南这个新房子。OK， 兄弟们，这是入户门，这车库嘛，车库，然后这块是入户门，其实，然后这块有个进客厅的入户门，然后往前走，
Так, все, ребята, начинаем наш раунд-тур. Я все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и показываю. Короче, вот когда мы вот так вот заходим, сразу у нас налево будет лестница. Здесь у нас гардероб, большое окно. Тут большой телевизор с подсветочкой. Опа, опа, подсветочку включили, тут все светится, телевизор большой. Диванчик просто супер, вообще мягкий. Это как облачко с добровольчества, лежишь, ты кайфуешь, телевизор смотришь. Так, все. 我媳妇老开心了，我的妈呀！ Кухня классная, с большим огромным окном, как я всегда мечтала. Это просто, это мечта каждой девушки, когда она стоит, так поет посуду, в окно смотрит, л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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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я, и все видно там. Здесь духовка вместе с микроволновкой, посудомойка, вот, посуду мы чик-чик. И холодильник просто огромный. Кстати, китайский хайер. Вау, тут целое куча места, можно все сюда поставить. Самое, короче, в этом доме классное, самое, что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и что меня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удивило. Смотрите! Это свой кинотеатр! 这是一 Пойдем, 个 пойдем, 地下 пойдем. 室， Вот, 这是个负一层， Заходите. 有个影音室。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свой кинотеатр есть. Вот эта штучка опускается, вот здесь садишься и можно кино смотреть. Вот так. Большой-большой гардероб. 然后这个影音室再往里走的话，就是一个那个衣帽间。 Вообще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й. Мне места здесь хватит. Если честно, у меня сейчас вещей мно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муж китаец, и я там с Китая заказываю классные вещи, и у меня их, конечно, много. Целый шкаф для одной обуви. Это так классно, это так удобно, я прям так хотела. А здесь большой диван. Можно лежать. 他们几个已经那什么了，享受到了。 Ладно, пойдем дальше. 走吧， Побежали. 往上走。 Так, теперь пойдем на второй этаж. Поднимаемся по нашей крутой лестнице. 现在我们上2楼，2楼是2个房间。 Ой, тут вообще, ребята, просто very good. Заходим. Это наша комната тихая. Вот. 这是我们的主卧。 С огромной кроватью,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Телевизор и еще одно окно есть. Потом пойдем дальше. Ну, это будет место для нас, для девочек. Здесь у нас душевая большая. 这是一个卫浴。 Вся сантехника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а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Мне прям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这个房主装修这个房的时候投了不少钱，能感觉到。然后这些门什么都是实木的门，特别特别结实。然后这是一个儿童房，就这个大房子里面就是2个住人的房间。 秋车是这个房间第一个来参观的， Прикольно. 暂时是够用的。然后如果说不够用的话，就是后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桑拿房，桑拿房可以那个建闭出来一个房间。这个我不喜欢。因为这个原房主是卖珠子，对，原房主他是有卖猪场， 所以这是他的情节，他的吉祥物。对对对，漂亮。再给大家来个特写，一个大猪头。 Ну дайте, пойдемте дальше. 啊，这还有呢， Сердце нашего дома покажем. 没错，兄弟们，接下来就是整个小别墅我最喜欢的一个空间了。 Это наша маленьк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然后这是一个后院，就是房主8年多没住了，然后就长草了。后院的面积还可以，也是够用的。然后这一块是一个桑拿房，然后这块是一个烧烤用的那个烤炉和炉子。然后到时候这块洗东西，烤串烧烤，那个灶台可以到时候炖点肉什么的，特别方便。这块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男的最喜欢的地方。紧接着我们就到了桑拿房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桑拿房我特别喜欢，一进来是一个大客厅，这是算是一个独栋的一个房子了。哦，当当当当，这是一个大的桑拿房，我的个妈呀，估计能坐个7、8个人吧。然后这是一个那个桑拿房的炉子。Да. 先пошли。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этого дома. Вторая часть еще есть. Специально, если в дом приезжает много людей. 这块是浴室，就是那个蒸完桑拿到这块淋个浴，然后这块还有那个桶，到时候往身上一浇，哎，特别舒服。然后这个里面那什么是样样俱全，这个里面还有洗手间、卫生间都有，完全具备住人的条件。这一块是我们那个后院的一个视角，就从这个墙
往这边走是我们的房子，从中间分开了，一半是我的，一半是那个邻居的。别看了，把我和你嫂都馋哭了。这大房子，你真的你太会捡漏了，捡漏就是。这大房子100多万。对呀、上一你在个房子杭州想都不敢想。你上个房子是不是也赚一半？对，上个房子赚一半，然后这个基本上也得赚不少。因为我们是怎么呢？我们也不着急嘛，就是看到好房子就是再出手嘛。就是你越着急这个东西买房子，你越着急它越出错嘛。就别说在咱国内，别说杭州了，在哈尔滨这个价也拿不下来吧？对，好吧，咱继续搬家吧，继续搬家。一个小郊区，但是就是环境好。环境还可以，你看这个到秋天的时候，这个黄倍儿漂亮。对，院子里还有一个小果树，梦中情房啊。因为我和小大沙的各种东西还是挺多的，还有一些大型的家具，大兄弟的面包车也装不过来，所以大兄弟也是帮我们叫来了搬家公司，把大型家具运了过来。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我们就留到第2天一趟搬走了。Day 2 OK， 兄弟们，基本上最后一趟。这家伙这2天倒腾，搬家真累人呢。没搬的时候，感觉屋子里面东西可少了，感觉哎几趟就完事儿了。然后搬起来，我的妈呀，东西太多了。搬完之后回去吃饭，吃大烧烤。最后一车，兄弟们，搬家完事儿。经历了2天的搬运，我们终于是成功的搬进了我们的梦中情房。最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新房的全貌吧。行了，兄弟们，这搬进了新房，我们也该和这房子告个别了。OK， 兄弟们，基本上搬完了，该搬的，然后剩下的就给下一任房主留下了，电视什么的，微波炉，所有的东西。Все, ребят, мы прощаемся с этой прекрасной квартирой. 2 года здесь были прекрасными, все было хорошо. У нас здесь было много хороших моментов. Спасибо этой квартире, мы пойдем в другой дом. Спасибо этому дому, мы к другому. Вообще, это моя первая квартира в жизн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Мы с тобой, помнишь, снимали однокомнатную квартиру, маленькую. Сколько там квадратов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А потом приехали, здесь сразу 3 комнаты, большой зал, и мы такие, а сейчас у нас прям уже большой дом есть. Поэтому, да, надо двигаться дальше. Ну все. Пока. 时间过得太快，一晃将近2年过去了。这个小房是我和小大沙在俄罗斯的第1个房子，这里面有了太多的欢乐和真情。今天一别，也就正式和他再见了。但无论今后身处何处，回首过去，我们会一直记得这个梦开始的地方。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没错，兄弟们，农家小人盖新房，今天变个样。我们来帮二哥盖房子。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不前段时间二哥家的车库被暴风雨给浇塌了吗？二哥就计划着自己盖一个新车库，不过是按照老丈人家的传统，纯手工传出了一个。就这工程量，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非常巨大的。看着二哥这么辛苦，这几天老丈人家的大活也没有开工，阿南施工队果断入场，今天就带着蛙娘和大婶子过来帮工。OK， 兄弟们。阿南工程队已经开干了，我又把那个大侄子还有那个蛙娘叫过来，然后一起帮着二哥盖这个车库。今天准备把钢筋绑了，然后这个挡板什么都弄好，然后正好这两天有点时间，然后让大家一起过来帮二哥把这个车库整。人多力量大，快干就完了，兄弟们。没错，兄弟们，前几天我们还是3个臭皮匠组合，今天我们的组合又壮大了，和二哥一起组成西伯利亚爱弗士。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这陪兄弟们看完流星雨，咱们也要正式开始忙活了。天快亮了，我要走了，我肯定不会把你抛弃。我相信你一定明白，为何我要不辞而别。这喝完饮料降降温，咱们继续开干。大哥，我就。多年以来，总是感觉匆匆忙忙，想法太多，希望太少，岁月漫不上。过去太遥远，未来太迷茫，时间在那么多长，失眠的风光，抱你欢唱，在麻醉和你欢里徜徉，那些来去匆匆姑娘。说句心里话，老丈人家这些子女们动手能力一个比一个强，啥玩意都能干，打地基呀、盖房子都能干。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也不是那么特别专业，有点那种土法建房的感觉，就是精细度和专业的施工队比肯定还会差一些。但是他们主打一个实用，能干也能用，就是表面上可能没那么好看，然后精细度没那么好，但是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有个小院儿，然后家里有什么盖个鸡棚、盖个猪圈、盖个车库，自己来。希望太少，岁月反复长。不得不说，二哥这车库围的是真的大，估计都能停下3辆车了。二哥想的是，既然是新建一个车库，那就建得越大越好，这样不仅可以停车，还可以当做小仓库使用，存放各种杂物。而且咱们自己盖这个车库，还有一点就是可以省钱。大家也知道，俄罗斯这边的工费还是很贵的，咱们自己盖起码可以替二哥省10万卢布。Да, это я буду руками снимать. Да. Просто снизу такая да, просто туда еще. 他说那啥，他说这面高嘛，到时候这块就不用弄那个挡板了，然后这块打完水泥之后，这块地势高全得弄平了嘛，要不这样的车咋停啊？不平的，这面地势太高，那边地势太低。我都不知道到时候他这个水泥都怎么往里填，就是相差的差距太大了。这块得高出了小半米。一开始我以为他得拿沙子垫的差不多呢，垫差不多，然后和他这个主房嘛齐平了。然后他二哥干活跟老丈人似的，就比较糙嘛。他说那个无所谓，就低点。
二哥说咋干我就咋干吧。对，二哥的车库咱得跟着二哥走。对对对。其实二哥俺聊车也算是继承了老丈人的优良传统了。作为俄罗斯汉子，在家里的活能自己动手就绝对不吵吵，就算是车库这么大的工程，也要自己亲自动手盖出来。咱也不说糙不糙、精不精致，主打的就是一个能用就行，自己做还要求啥？这一点还真得到了老丈人的真传。但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二哥也算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大暖男了。挡板就算完成了呗。暂时算完成了，但是他还没超平呢，他得超平啊。就是具体他想把水泥打到哪个高度啊？啊，明白了。他这边如果低的话，就再往上加板是吗？对对对，这块低的话就往上加板。行。我这在刚看了，我这个。这个找平真是个技术活啊，既得有技术，还得有耐心。搭这个隔板还是挺快的，就是目前在找平拉线儿，然后就可以绑钢筋了。但是二哥家这个地势实在是凹凸不平，上面高的不得了，然后下面低的不得了，导致他们就是梁的又拆，拆的又梁，这都重复好几遍了。因为车库很大，我们要找平的区域也很大，我们几个非专业人士也是找了平了找，裁了建，建了拆，忙活了一下午，终于是把框架确定好了，接下来就要开始绑钢筋了。这是他们今天打地基用的那个钢筋，安南说这个叫什么塑料钢筋，是一种比较廉价、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建筑材料，我也是第一次见。哎，都不是卷的，这么长，放在二哥家院子里，这么长啊！塑料钢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的天哪！就那种塑料硬塑的钢筋，你知道吧？这是最便宜的建材。我刚才问二哥，我说放这个行吗？他说没事，就放这个。你看，跟钢筋的形状是一样的。这是不是他之前盖房子剩的呀？对，就是他之前盖房子剩的。嗯，就是硬塑，这里面一点铁丝都没有，就是一个硬塑料。你走。开始绑钢筋，豆腐渣工程，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用这个塑料钢筋，塑料钢筋，能解释吗？但是人家我问二哥说没问题，嘎嘎够用。因为咱之前也没用过这塑料钢筋，对这材料的结实程度也不了解。不过二哥既然说没问题，咱们也就选择相信二哥。没问题。那叫阿特列斯的，而且阿布拉切斯。你这感觉真有点包工头的感觉了。你咋整？雇主给你提好要求，对，然后你和小工一起干。Ну, хотя мы вот это каждая 10 штук отрезали. Ну, 10, пока 10 штук вот это, 10 вот это. 20 что, так вот что ли? Да, каждая 20 штук. Хотя и сказала, мы так и делали, но... А че? Пока хотя 20 штук сделали каждый. По 20 каждый. Да. Что, иди вон, иди будем. 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在帮二哥拧完几组钢筋后，也到了晚饭的时间点，所以我们西伯利亚艾弗斯今天的工作也就到这结束了。Ну, в общем,
Друзья, план работы сегодня выполнен такой. Сделали опалубку, все выставили, горизонт. Сейчас все сделали. И сейчас начали уже вязать армопояс. Закругляются, в принципе, вяжем арматуру. Ну, думал, что все быстро, оказалось, вот, все не так все просто. Как-то так вот. Ребята помогли,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rебятам。今天反正怎么说呢，整的那个水泥挡板嘛，水泥挡板之后，然后把那个钢筋按照段都已经那个啥了，都已经切割好了。然后现在他那个绑那个钢筋呢，是钢筋架子。估计钢筋是一个慢活，其他的像这挡板啥的，今天全部都整完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边吧，有活我们就干自己活，干装修房子。然后要是那边活少的话，就过来帮二哥整。反正这个二哥这个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估计得干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少10天20天的，差不多吧。得，这还得建房盖乱七八糟的。像木头房子，就是像大积木似的好建。像这种水泥房子，和水泥沫，和水泥沫，或者这个那还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大砖头挺长的，然后这个玩意儿吧还挺沉的，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我就该地窖的时候搬过，老沉了。然后一个个还得整直了，磨直了。反正就是我们那边没啥活的话，我们几个就过来帮嘛。要有活的话，然后我们就干自己活。然后今天二哥说的累了，然后就这样。我说行，那你这样我们也这样，我们也干不了了。他停工，所以说兄弟们今天就这样吧，然后明天咱继续干。行了，兄弟们，今天的车库盖到这里也算是接近尾声了。整体来说进度还是很可以的。如果这些活二哥自己干，没个2、3天是不可能完成的。后续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过来帮忙的，帮助二哥一起把这个小车库建起来。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二哥一家的支持，让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3个孩子有了整牙资金，二哥的新车库也提上了日程。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大家对二哥一家的支持与帮助。再次替二哥感谢大家。行了，兄弟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见。Сказали, что только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ее выпишут, представляешь? Сказали, лечение 10 дней, курс лечения 10 дней. Ну, как... Состояние хорошее, веселая она. Да. Все, ничего у нее не болит, просто нужно до конца курс лечения пройти, и все,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ее выпишут. 正如大家所听到的，老丈母娘前几天生病住院了，当时还是被救护车拉走的。之所以现在才和大家说，也是为了不让大家担心。经过这几天的调养，老丈母娘也基本上恢复健康了，精神状态也很好。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我们从原始森林探亲回来，老丈母娘可能是有些着凉了，第2天就开始发高烧呕吐，我们就紧急叫了救护车。俄罗斯这边虽然基础医疗、看病啥的都是免费的，但也有一个让我不能解释的存在，那就是无论多大的病也不能让人陪护，每天探视也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医院也只能进去1个人，这也就是大家最近都没怎么见着老丈母娘的原因。虽然不能陪护，但我们这些吃的喝的也没给老丈母娘断过，让她在里面吃好住好，争取早日出院。这2天我老丈母娘身体不太舒服，然后住院疗养，然后我们也是给她多买点吃的啥的，水果啥的，乱七八糟给她多买点。就上2天就感冒了还是怎么的，发烧，然后我们叫救护车就给老丈母娘送医院去，然后那个医生说需要在医院里面调养几天。OK， 到医院了我们。这医院只要探监1个人。兄弟们，阿南说的探监是探望住院老人的意思。4点钟1个小时的探监，但是探监也不是说那啥有规定的，我进不去，我喜欢自己在家里面带点小土鸡蛋，就这样。Ой, это уже второй. 这是我们第2次给老丈母娘送的，这是我老丈母娘他们这块医院，这个楼都是前苏联时期的。A few moments later. Отдала. Ну, сказали, что только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ее выпишут, представляешь? Сказали, лечение 10 дней, курс лечения 10 дней. Ну, как... Состояние хорошее, веселая она. Да. Все, ничего у нее не болит, просто нужно до конца курс лечения пройти, и все,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ее выпишут. Нифига. Да. Хорошо, что все лечили. Да. Там в палате еще две бабушки лежат, так что ей не скучно, она с ними там общается. Да.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房子的进度，整体来说没什么大进展，不是因为我们不推进，前面也反复和大家讲过了。地暖铺完水泥之后，施工队给我们的建议是需要阴干28天，最少也得15天以上才能进行下一步铺地砖的这些工作。我们也得到了咱们国内施工队的证实，所以我们也不能冒着破坏地暖的风险贸然施工。这样视频虽然可以继续拍，也有热度，但以后老丈人的取暖也会是大问题，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做。但其实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地暖铺设好了4、5天之后，我们就去楼上铺了3天的扣板，后来给二哥盖了车库地基，再后来我们计算好日期之后，我们就开始室内的打磨工作，这也是一个又慢又细的活，一干就是5、6天，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对屋子所有的墙面进行了抛光，大概已经抛光2、3天了，然后这个抛光的确没啥拍的，就是一直在这儿抛，一直在这儿抛。这2天阿南四哥老丈人也是忙坏了，就是给这个屋里进行抛光。大侄子那个应该是开学了，9月1号开学了嘛，就回去上学去了。然后这2天主要就是他们3个在干。大家在屏幕前可能感受不到，这个现场这个灰特别大，所以基本上也没啥内容可拍。里边太吵了，我就出来给大家讲了。就是其实他们每天进度比较缓慢，一天可能就刷1面墙。那我也不能就是说今天更新刷1面墙，明天更新刷第2面墙。你这样不但是大家看着无聊，而且视频整体呢也会特别水。所以说这2天就没有更新这个盖房子相关的进度，但是他们都在干的。后面的视频可能也会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就有点尴尬的一点在什么呢？俄罗斯这边的施工效率特别慢。你想，正常按咱们国内来讲，铺个地砖，之前也和国内的这些朋友了解过，3天，地暖加起来3天，然后还有那个走线3到5天，基本上就完事儿了。这边都是1星期到10天起步，你说这就导致着我们可能。我们要想不断更，就得拍点其他内容，来补充。就是能有盖房的内容就拍盖房的内容，没有盖房的内容就拍点其他内容补充，要不然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只能断更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能干活的基础上，还能干点其他的，就拍点其他内容给大家丰富一下。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工作进度，像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厨房，还有客厅。这边是都已经打磨完毕了，然后现在就剩这个走廊过道，还有2个主卧，还有2个设备，一个设备间，一个那个衣帽间和外面这个过道没有打开。市里边现在这个环境是极其的恶劣，就是如果你不戴口罩或者那个专业的眼镜，在里边很难待的，这个灰尘特别大。大家可以看瓦娘打磨的这个地方，这个打磨机还是很好用的。就这么一打磨，原先黑的那个墙体木头不发黑了吗？一打磨就已经变白变光滑了，后期再刷一层木蜡油就会非常好看了。这边在打磨墙体，二哥那边也没闲着，因为今天混凝土车要进场了，所以四哥也是暂时停下了打磨工作，过来帮二哥铺水泥了。因为是自己搭建车库，所以进度也会慢很多。不过大家放心，我们只要有空都会来帮二哥的忙的。这帮二哥家卸完水泥，四哥也回来接着打磨。因为这2天打磨片用的也比较多，我也和小妮子去附近的建材商店买一些打磨片和其他材料。我们过来买那个片来了，让你们的运动，最后多买点，还有这个磨盘，然后过来买清漆类的，就是木蜡油，买这种就是专业的那种，就是刷室内的那种木蜡油。这个木防腐啊，什么防水。我乱七八糟的。给大家看看四哥，已经被灰尘沾满了。给大家看看瓦娘这个状态。嚯，老丈人也是。再给大家看看，阿南订的瓷砖和水泥都已经到货了。这边是瓷砖，是那种非常大块的瓷砖。我就搞不懂了，就是我也跟阿南说过，就是这么大块的瓷砖，室内面积一共就90多平，怎么要铺到12天到15天啊？按我的理解，可能有个3、4天，是不是最多3、4天也就铺完了？给大家看看阿南给老丈母娘他们买的这个瓷砖，
整体是白色的，然后上面有花纹，还是挺漂亮的。然后因为咱也不太懂这个瓷砖这些规格要怎么讲，就大家看看吧，看看感觉怎么样。然后这个瓷砖是很大块的，等室内打磨和那个刷油结束，这些地砖正好也到铺的时间了，估计再有个2-3天吧，2-3天不够的话就3-4天就可以上这些地砖了。最后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后续施工的计划。等这2天打磨完毕，我们就开始给室内全屋刷木蜡油，预计1到2天就可以完工。随后铺设地砖的工人就可以入场了。工人铺地砖的预计工期也是12天左右，全屋走电线预计工期15天左右，屋顶吊顶2天左右。其余像是厨卫、入户门这些，我们随着地砖的铺设完毕就可以立即安装了。其实装修就是个细致活，工期不会像盖房子那么快，加上这边工人有自己的工作节奏，我们也会尽快去协调加快。不过也请大家放心，根据现在的施工进度，老丈人今年冬天住进去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有一些小细节没处理好，那就等我们住进去一点点弄了。首要任务就是把基础做好，先入住进去。行了，兄弟们，这就是最近全部的施工进度和安排，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我知道大家催进度也是为了老丈人老丈母娘早日住进新房，我们也会尽力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因为装修进度慢，拍摄素材也不会特别多，后续我也会穿插拍摄一些其他的生活日常素材，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